男孩第一次参加摔跤比赛，却被教练要求打假赛，教练让他只管趴着不要反抗。随着比赛开始，他听从了教练的话，乖乖让对手压在地上，导致迅速丢失2分。可观众们却热情高涨，教练夸他做得很棒，让他保持现状不要翻身。全场只有舅舅大喊让他反击，阿里陷入了两难，一边是教练的夸赞，一边是舅舅的怒斥。阿里思索片刻，最终他决定听从舅舅的话，展现自己真正的实力。他全身发力一个翻身，将对手狠狠压制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他获得了胜利。可全场只有舅舅为他欢呼，观众们全是对他的羞辱，因为没人想看到一个伊朗人打败他们美国人。虽然阿里赢得了比赛，但教练还是将他一顿训斥。可一转身，教练脸上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在阿里身上看到了一股不服输的精神。校长找到教练，让他赶紧把阿里从队伍开除，因为当时的伊朗政治混乱，阿里的获胜差点引起学生们的暴动。校长不想引火上身，教练却态度坚决，执意要留下阿里。可第二天，他就因为袒护一个伊朗人被妻子赶出家门。校长对他的做法非常不理解，教练却说 I have something to fight for。别人午饭吃的都是披萨汉堡，而他却只能吃咸菜拌饭。一旁的女同学嫌他恶心，校霸更是学羊叫羞辱他。因为在美国人眼里，伊朗人不是放羊的就是农夫。面对校霸的羞辱，男孩只能忍气吞声离开食堂。当一个人越是软弱，身边的坏人就越是更多。他什么都没做，就因为他是伊朗人。当时的伊朗正值战乱，父母为了他能活命，将他藏在卡车夹层，偷渡到了美国的舅舅家。但他没想到，因为伊朗偷袭了美国的大使馆，导致这里的人们对伊朗人充满了恶意，街上挂满了伊朗人禁止入内的牌子，舅舅的房子更是被喷上了侮辱的词汇。而在学校的阿里，每天都要忍受着校霸的欺凌，其他同学看到也只是发出嘲笑。他尝试过反抗，可并没什么用，他每天担惊受怕，活得没有一点尊严。直到这天，他在体育馆看到了一场残酷的摔跤比赛，黑衣选手诺克斯将对手狠狠摔倒在地，随即立马压住对手。明明已经赢得比赛，却还残忍地将对方手臂折断。看着诺克斯一脸狂傲，学校教练也是无计可施。这一幕被阿里看在眼里，他暗下决心也要变强，因为只有自己变得强大，才能得到别人的敬畏。第二天，阿里就去摔跤队报名，但教练却告诉他这个赛季名额已满。阿里没有放弃，他告诉教练自己不怕吃苦，只是需要一个机会，恳求教练将他收下。教练似乎猜出了阿里的处境，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挑战队里最弱的队员，打赢就可以加入。可阿里却拒绝了，他要直接挑战队里最强的摔跤手。教练告诉他快速结束战斗，不要伤到阿里。比赛开始，由于阿里没有任何摔跤经验，瞬间就被对方高高举起，眼看就要被狠狠摔下，他却紧紧锁住了对方的身体，场面一时陷入了僵持。可阿里没坚持多久，还是被狠狠摔在了地上，被对手持续压制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他用尽全力拼命挣扎。虽然最后还是输了，但对手也累得气喘吁吁，他扔给阿里一条毛巾表示尊重。教练也被阿里不服输的精神打动，破格将他收进了摔跤队。阿里欣喜万分，可就当他回家准备告诉舅舅时，舅舅却让他收拾行李回伊朗，因为舅舅受到了美国的制裁，修车店没有了生意，就连房子都可能要被没收。他没有条件再供阿里上学，所以决定明天将他送回伊朗。突然的晴天霹雳让阿里不知所措，他痛哭着跑回了房间。可当舅舅看到姐姐的照片，他还是心软了。他来到阿里的房间安慰阿里，却看到了阿里手中的摔跤队服。当得知阿里加入了摔跤队，他改变了主意。面对美国的制裁，没有什么比打败那群美国人更有意义了。So you want to win? But do you want to win? You want to make your parents proud? Yes. Then you will listen to everything I said. 原来舅舅曾是职业摔跤手，如今他要亲自训练阿里，打败那些看不起他们的美国人。也就是从这天开始，阿里开始了魔鬼般的训练，手臂力量太弱，舅舅就让他每天练习100组抡锤，几十斤重的抡锤常人拿起来都费劲，没有摔跤技巧，每天就被舅舅各种姿势暴摔，他被摔得滋哇乱叫，普通人可能早就放弃了，但阿里咬牙坚持住了。可随着民众仇视伊朗的情绪日渐高涨，比赛时阿里受到的辱骂也愈发激烈，甚至有观众大喊让对手扭断他的脖子。校长担心发生暴乱，于是找到教练让他将阿里替换下场，可教练却力挺阿里并说道 They got a problem with Dan, they should leave. 随后他告诉阿里，你要拿出全部的实力堵住那些人的嘴巴。随着哨响，比赛开始。短短5秒钟，阿里结束了比赛，全场鸦雀无声，人们满脸震惊。沉寂片刻，观众们沸腾了，纷纷起身鼓掌，就连一直想要开除阿里的校长也被折服。阿里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独来独往的他也被邀请坐在队友中间。他们还凑钱给阿里买了一件校服，这是他在美国第一次感受到温暖。穿上校服的一刻，泪水瞬间打湿了眼眶。一旁的校霸却嘲笑他是个爱哭鬼。此时队友纷纷安慰他不要理会那个人渣，果然自己强大了，身边都是好人。赛后教练请来阿里的舅舅做助教，起初队员们有些难以接受，可得知阿里就是舅舅一手训练出来的后，所有队员都欣然同意了。有了队员的肯定，舅舅也毫无保留地将毕生经验传授给他们。摔跤队的实力与日俱增，之后的比赛更是一路连胜。而阿里这匹黑马出色的战绩，也引起了2届洲际赛冠军诺克斯的关注。他在更衣室找到了阿里，并扬言会在洲际赛彻底废掉他。诺克斯身强体壮，力大如牛，当初硬生生将对手手臂折断一幕，更是阿里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他对诺克斯的恐惧深入骨髓。舅舅知道后交给他最强一击，但他还是怕，他怕输掉比赛。别人都是为了荣誉而战，而他是为了生存和尊严。舅舅告诉他
the Bible was still worn in Dragon's hand. Exact same day. 舅舅坚信阿里能成为冠军。不久，他迎来了校园联赛最后一战，获胜就能进军洲际赛。而诺克斯就在观众席，并且出言嘲讽阿里。他内心的恐惧再次开始蔓延。比赛时频频失误，但下一秒，他想起舅舅说的话：消除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。他终于有勇气与诺克斯对视。阿里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赢下比赛，成功杀入了洲际赛。舅舅抱着他激动无比。可当晚回家途中的舅舅却发生了意外，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倒塌了。而祸不单行，由于阿里是从伊朗偷渡而来的。现在没有了监护人，他成了非法移民。移民局会在周五对阿里进行约谈，得到豁免，他才可以继续留在美国，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。可周五同样是洲际赛的比赛日，这让阿里彻底丧失了斗志。在他收拾舅舅的遗物准备回到伊朗时，却发现了一本相册，里面贴着他每一次比赛时的照片。阿里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舅舅一直把他当作骄傲，舅舅希望他赢得比赛。周五这天，他放弃了移民局的谈话，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赛场。他要赢得比赛，给舅舅一个交代。比赛开始，几十名参赛选手齐聚洲决赛，想要获得冠军，必须经过一轮轮厮杀保持不败。而阿里凭借强大的信念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战胜了一名又一名对手。而诺克斯也是披荆斩棘，未尝一败，仿佛洲际赛就是为他们两人举办的。很快便迎来了阿里和诺克斯的对决。可第一回合刚开始，阿里就被对方轻松推出了场外。诺克斯力大如牛，如同野兽，即使阿里重回赛场，一时间也无法突破诺克斯的防守，反而被诺克斯抓住机会，一把抱住了他的腿。好在阿里身手敏捷，按住对方头部，空中旋转脱身。阿里高难度的动作让观众们震惊了，但诺克斯的力量实在太大，阿里发动抱摔根本无法撼动，反被诺克斯狠狠压在身下。但阿里凭借坚强的毅力，努力不使后背着地。随着倒计时比赛结束，阿里勉强撑过了第一回合，但也落后了4分。第二回合开始，诺克斯却不讲武德，故意犯规，用头部狠狠地撞击了阿里，这让阿里的信心再度受挫，他根本撼动不了诺克斯这头猛兽。阿里借力一跃而起，狠狠砸在诺克斯身上，都无法将他压趴在地，反被诺克斯一把掀翻，再次压倒在地。眼看背部就要着地，他奋力反抗，硬是撑过了第二回合。可比分已经落后了7分。第3回合阿里不能绝杀对方的话，将彻底与冠军无缘。随着第3回合开始，诺克斯上来就发动了抱摔，阿里拼命反抗，顺势抱住了诺克斯的大腿，两人摔翻在地。阿里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一心只想赢得这场比赛。突然一声哨响打断了两人，他们出界犯规，比赛暂停。教练将阿里喊了过去。Crazy. He said don't do it. It's too advanced. Go do it. 回到赛场，阿里放弃了开局的优势，主动和诺克斯纠缠在一起。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这一刻，阿里仿佛回到了和舅舅训练的时候。之前他一直都没敢用过这个动作，因为他太危险。但现在为了舅舅和他的尊严，他要拼尽全力。他抓住诺克斯两脚切换的瞬间，阿里出其不意的抱摔让对方猝不及防，紧接着阿里用尽全力将他压制在地。他赢了，从一个受尽欺辱的男孩，真正蜕变成被人尊重的摔跤冠军。他用自己的实力反击了那些看不起他的人。赛后，他也获得了移民局的豁免，成功留在了美国。这是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。阿里的原型就是影片里舅舅的扮演者阿里阿夫沙尔。1979年，为了活命逃到美国求学，受尽欺辱后加入摔跤队伍。他拼尽一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生活中也是如此，当你以求生的意志来寻求胜利，那么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你。